Hickory dickory dock,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. The clock struck one, the mouse ran down. Hickory dickory dock, tick tock, tick tock.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期视频我们一起逛逛前后戏瓦厂胡同，看看还存有哪些历史痕迹。后戏瓦厂胡同东西走向东起景楼胡同，西至北新华街，全长259米。清代称为后戏瓦厂，因在明代戏瓦厂以北而得名。明代大才子徐渭、徐文长曾留有戏瓦厂中多狐狸，京师夜行不敢息的诗句。在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中，化石桥大沟渠东侧有一片空地，那里被认为是明代戏瓦厂旧址，清代为皇家仓库。这片空地现在对应的是北新华街110号院，位于北新华街中段路东，后戏瓦厂胡同西口路南。该院坐南朝北，院内有民国时期中西结合式2层楼房2座，楼高约10米，东西相向而立，楼体为灰砖砌筑，均配有前廊。主立面位于北新华街东侧，临街一侧被重点装饰，窗口上部有拱券形窗楣装饰，拱心石位置有中式花草。该院是1924年由双和盛老板好生堂建造，然后租赁给宁波人胡世华创办的京城印书局。京城印书局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印刷出版机构，印刷出版的图书包括艺术类和历史类图书、学术性期刊、教材、方志等，品类多样，内容丰富，装帧精美，至今仍是古籍善本中的精品。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编写的《清式营造则例》、《营造算例》2本书稿即在京城印书局出版。1933年3月，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中取得喜峰口大捷。4月1日，京城印书局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《长城血战记》。这本书被人们称为研究29军长城抗战之圣经。北新华街110号院南侧有一所大四合院，称为西郊民巷87号北新华街112号四合院。原为双和盛5星啤酒厂创办人好生堂的住宅兼啤酒批发部，所以又被叫做啤酒大院。西郊民巷87号的东院是住宅，北新华街112号的西院是花园。好生堂是山东叶县人，光绪年间闯关东到达海参崴，先做苦力，后开始经商。1889年，好生堂与方来云在海参崴合作开办了一家杂货店，字号为双和盛，取双人合资，财源茂盛的意思。后来方来云撤资离开，好生堂又邀请张廷阁等几人加入双和盛。张廷阁经营能力出色，全盘负责双和盛的经营。双和盛在日俄战争期间快速成长，成为海参崴最大的商业企业。张廷阁在后来的1945年还担任过哈尔滨市代市长。1912年，双和盛开始将资本逐步由海参崴撤回中国。1914年，双和盛在北京收购了瑞士人开办的一家啤酒汽水厂。双和盛以生产5星啤酒著名，口感醇厚，具有浓郁的麦芽香味。1937年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。啤酒大院里保留着大量来自圆明园的假山、石雕和碑刻。东院住宅叠砌假山的太湖石，太湖石上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3首，来自圆明园长春园的狮子林景区。西院花园里也有许多假山，还镶嵌着来自圆明园的5块石匾，为乾隆和嘉庆御笔。啤酒大院还有一些石玺和石狮，已于近年回归了圆明园，在圆明园回归文物展览上可以见到。花园西侧为铺面房17间，沿西郊民巷及北新华街临街方向开窗，建筑采用砖砌拱券和女儿墙，临街女儿墙上端线仍存干鲜果局及3圣迹字样的老店砖刻招牌。前戏瓦厂胡同在啤酒大院的东侧，元代已形成街巷，
明朝因总捕衙署设于此，故称总捕胡同或总铺胡同。清代因地处细瓦厂前门，改名为前细瓦厂。现在的前细瓦厂胡同东起兵部洼胡同，呈东西走向，西部有个直角弯，与西郊民巷相连，全长216米。前细瓦厂胡同的大部分院落虽然都已经成为民居，但保存得较为完好。11号院更是气派，宽大的广亮门楼建在高高的石阶上，门外有2棵古槐树，抱鼓石满是雕工，发出乌亮的光泽。院里还保存有以前的影壁和垂花门。院中正房的前檐非常宽大，走廊左手是一座2层小楼。这里曾经是算房高的宅邸。算房高就是指清朝末年掌管清廷内务府销算房的高云。清代皇家兴建工程均由内务府负责，分样式房和销算房。样式房负责建筑设计，最著名的是样式雷。人们常说一家样式雷，半部古建史。而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，相当于现在建筑工程中的预算部门。高云，字兰亭，从入行到去世，整整做了50年的销算，一生总共承办了100多项皇家工程，如天坛祈年殿、颐和园、圆明园的海晏堂、慈禧与光绪的陵寝、正阳门城楼等等。官至3品，最终创出了算房高的名号。他在做工程销算时，发现前代建筑资料保留下来的很少，因此非常重视档案的整理与保存，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。后来高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，高兰亭的档案也全部被抄走，作为废纸销毁了。幸亏有部分档案放在清华大学亲戚家里，侥幸保存下来。1988年，高家把剩下的档案交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，档案共有400多件，包括40多件样式房交给销算房的图档，如今已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馆收藏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。前细瓦厂胡同13号院的院门不大，走进四合院，里面有一座好几层砖雕的门楼，祥云和蝙蝠的图案非常精美。胡同里的17号看似是一所普通的居民宅院，门上有一石匾，上书莲花山下院，下面的3个小字是博济庵，据传为1936年吴佩孚亲笔题字。这里原是始建于明代的道观长生观，清道光年间重建。相传一位道士曾为吴佩孚手下多名将士治愈疾病，民国15年，吴佩孚拨款在此重修长生观。后来这里逐渐变成了一座尼姑庵，庵内原有殿房26间，原来还有木饰家佛1尊、尼观圣像1尊、泥铜2尊、铜钟、铁磬和大鼓等物，此外还有石碑2座。不过这些现在早已无存，成了大杂院。上院地址说法也不一，有说香山，有说妙峰山，也有说是在八大处。连接前后细瓦厂胡同的有2条胡同，景楼胡同和八宝胡同。景楼胡同形成于清代，当时名为东家道。1911年后定名为景楼胡同，因胡同内有景楼设施而得名。而八宝胡同清代叫八八胡同，以卫生极差，周围多垃圾粪便而得名。1911年后雅化改称八宝胡同。